大家好，我是唐浩，今天都好吗？那今天呢，我们要跟您聊一个重磅话题。美国国会参议院这个星期即将表决通过新年度的国防授权法。那这个法案上周刚刚在众议院通过了。那只要国会两院都通过的话，那接下来就会送到白宫，交给川普来签署，正式完成立法。那为什么要谈这个法案呢？因为今年的国防授权法非常特别，除了有国防的相关预算和规定之外呢，更重要的是，国防授权法要求美国政府要追查中共领导人的财产状况，而且还要公布出来。那这可是破天荒了啊！那相信你也一定很好奇，为人民服务的中共领导人，他们的财富跟被服务的人民到底相差多少呢？所以今天的节目要告诉您3个重点。第一，为什么美国要追查中共高官的财产呢？第二，美国、日本、台湾的高官有多少财产？第三，为什么中共不敢对人民公布官员的财产呢？不过先请您帮我个忙，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记得要选择所有通知，这样呢就能够收到我们未来的节目通知了。我们先看国防授权法是怎么规定的。法案要求在生效后的1年之内，国家情报总监要跟国务卿和战争部长，也就是国防部长一起协商，然后公开在网站上公布中共领导层的财富状况，还要把这份报告交给国会两院的情报委员会及外交委员会。那有哪些中共领导的财富要被调查呢？包括了中共总书记、7名中央政治局常委以及23名中央政治局委员。那要查他们的哪些财产呢？包括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或控制之实体与金融资产，包括他们在中港澳持有的不动产、境外的不动产，还有任何的高价值个人资产，以及他们在中国以外的商业持股、投资以及金融账户。而且法案还要求要能够辨识出用以掩饰该等财富与资产所有权之金融代理人、商业伙伴或其他实体。那说白了，就是要查出有哪些个人或哪些公司是中共高官的白手套或者是代理人。而且法案还规定说，这份财富报告应该以非机密的形式公布，但若有需要提交给国会的版本可以加上机密附件。换言之这份报告的大多数内容都不需要保密，都可以被公开。那如果你是中共高层的话，是不是开始觉得背脊发凉呢？其实美国追查中共高层的财富并不是第一次了。在2023年底通过的国防授权法就有类似的规定。那原本是应该在2024年底提交报告的，结果当时的拜登政府拖拖拉拉的，一直拖到拜登卸任之后，在今年3月才公布了一份中共领导层的财富和腐败活动的报告书，但是内容却比较含糊，比较潦草，没有太多的干货，可能也是跟信息的取得不容易是有关系的。那这份报告说对于中共高层领导人的腐败情况，要从外部确定尤其困难。但是报告提到了习近平的兄弟姐妹、侄女和侄子们持有的商业投资和房地产价值超过了10亿美元。那习上任之后，可能有要求家人要出售部分的资产，但是截至2024年习近平家族依然持有数百万美元的商业权益和金融投资。不过这份报告没有列出更多的政治局常委或政治局委员的财产。所以现在美国国会通过新版的国防授权法也就让各界充满了期待与好奇究竟川普政府有没有勇气跟魄力去挖出中共领导人的财富跟贪腐呢？那美国对中共官场的情搜能力到底有多高呢？还是最后会跟拜登政府一样，是虚晃一招、蜻蜓点水呢？或许有人会说，中共官员的财产是他们的，跟你美国政府有啥关系有，当然有关。因为中共高官不但经常把太太、小孩和情妇送到美国来定居，还把他们的财富大批大批的往美国挪移，为自己将来留后路。但问题是能够拥有巨额财富的中共官员往往都是贪官。那这些财富的跨国转移就涉及到了非法洗钱和各种金融犯罪问题，会影响美国的金融秩序，那当然就跟美国有关了。
而且呢，在我看来啊，美国国会年年都通过国防授权法，要追查中共高官的财富，不只是为了保护美国国内的金融秩序，实际上呢，可能还有几个战略目的。第一呢，是要增加施压筹码，遏制中共武力犯台。美国目前的台海战略是很明确了，就是要只战于未战和维持现状。那这一点，在美国刚刚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里头是说得很明白了。所以美方除了用军事力量来吓阻中共动武之外呢，那这个中共高官的贪腐报告也可以拿来作为施压中南海的一个筹码。毕竟中共高层总是对中国人民宣称自己是最清廉的、最伟光正的。但是如果美国真的公布了中共高官们的实际财产，发现每个人的财产都是天文数字，都跟他们的收入数字是极端的不匹配，那中共的面子要往哪摆呢？中共的执政正当性会不会被动摇呢？那人民会不会气炸了呢？第二，权威公布中共官员贪腐真相，来警醒中国人民。如果中共真的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不在意美方公布这些真相，那么美方就顺势的把这份报告当作是给中国人民的觉醒钟，让有理性、有独立思考的中国人民去反思，到底中共是为人民服务呢，还是为人民币服务呢？中共口口声声说他们清廉，他们反腐，为人民服务，那为什么他们的财富可以这么惊人呢？别忘了，中国有超过9.6亿人，月收入不到2000人民币。那为什么中共贪官动不动就是贪腐几个亿呢？13年就出了167个上亿的贪官。而且中共每天叫人民要爱国爱党，要仇美仇日，但为什么他们自己的家人跟财产却都跑去了爱美爱日呢？那这些问题都很值得国内的朋友来深思。第三，要拒绝共产党人移民，截断中共贪官的海外退路。美国如果公布中共高官在海外各地的资产分布呢，那不但会激起中国人民对共产党的不满和愤怒，还会让中共官员心生顾忌，将来不敢移民到这些国家，因为申请移民呢很可能会被拒绝。而且这些海外资产线索也会成为中共内部派系斗争的新把柄、新的导火索，会让中共的内部党争继续乱成一锅粥。其实，世界主要的民主国家都有法规要求高级官员要公布个人的财产。一方面呢是要监督政府官员防范贪腐，另一方面呢也是要展现官员对人民百姓的负责。我们先来看美国，川普在今年6月申报了他的个人财产，那申报书洋洋洒洒230几页详细列出了川普持有的股票、股息、不动产、投资组合等等。那他在去年发行的加密货币川普币就让他赚进了5735万美元。而佛州的海湖庄园俱乐部呢，也为川普带来超过5000万美元的收入，而且他每个月还从美国影视演员工会领取6484美元的退休金。你看，财产申报是不是巨细靡遗呢？那川普目前有多少财富呢？答案是62亿美元。因为他的社交媒体公司跟虚拟货币公司的股价都下挫了，所以财富从73亿美元缩水到62亿。但是他依然是美国史上最富有的总统。再来看日本，日本内阁这个月刚刚公布了阁员财富状况，首相高市早苗的个人资产是3245万日元，相当于146万人民币，在内阁官员里排名第10。那这个数据是挺合理的因为高市过去主要就是靠当议员的收入来过活，那他又是个政策型的议员，经常是泡在家里研究政策不太社交，不太搞其他的门路，所以这样的资产呢是跟他是匹配的。那台湾的赖清德呢？今年7月，台湾政府公布了赖清德的财产，有一笔土地跟建筑物，那存款呢是台币1125万，相当于253万人民币。同时，他也持有相当于1186万台币的美国国债。不过他也有1246万的房贷还没还。好，那再来看中共党魁，习近平到底有多少财富呢？这绝对是个谜中之谜。那即便是中共内部恐怕也没几个人知道。但是2012年，彭博社调查发现习家族的资产超过了3.76亿美元。
但是呢，没办法追踪到习近平或彭丽媛的个人资产数字。那后来，习要求家人要卖掉资产，避免被政敌抓辫子。毕竟呢，他的反腐斗争已经得罪了太多人了。但是在今年3月，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公布的中共领导层的财富和腐败活动报告指出呢，习近平通过家族控制的资产超过了10亿美元。那这个数字的具体细节是怎么样报告没有说。因此现在各界都在期待了，川普政府制作的新调查报告能不能够抛出更多的干货、更具体、更详细的资产数据，让全世界能够进一步看见中共高层的财富和贪腐的真相。根据世界银行统计，世界上至少有153个国家及地区建立了公务员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而中共呢，就是那少数没有这个制度的国家之一。那为什么中共自称是世界大国，又称反腐治国，却始终不敢公布高官的财产呢？难道是担心其他国家领导人看了会颜面尽失、泪流满面吗？而且呢，中共什么都可以造假，但是为什么却始终不愿意造假个几份高官财产报告呢？先说造假。造假报告的话呢，太容易被海内外有心人去追查核实，也容易呢被党内的政敌或者是被专业人士踢爆什么数据造假。那这样呢，共产党的面子跟高官的面子就会更挂不住，会一发不可收拾，会让公关宣传变成了灾难沉船，会威胁到党的统治。所以呢，就干脆什么都不说，连造假也不造假了。再来中共为什么不敢公布高官的财产呢？主要呢有3个原因第一呢，是中共高官的实际财产都远远高于名义工资，财富跟收入是极端的不匹配，会造成10几亿人民的相对剥夺感与集体失信，会形成大规模的仇党疑党。那这样呢，会动摇中共欺骗人民的谎言统治。根据中共海外党媒《中国日报》披露说习近平每月工资呢是11385人民币。那大家想一想这个数字肯定是体制内最高薪，对吧？但是为什么很多官员的孩子都可以开名车出国留学过奢华的生活呢？官员的名义收入真的能够供得起吗？那这一点很显然是不合逻辑的。所以中共官员的很大一部分收入呢，都是不能说的灰色收入或者是黑色收入。当官的收入呢，只是收个小费，权力寻租的收入才是主业。所以中国才会遍地贪官，几乎无官不贪。因此呢，中共不但不敢公布官员的财产，就连官员贪腐多少钱都不敢说。你看徐才厚贪多少，数额特别巨大；郭伯雄贪多少，数额特别巨大。那这巨大到底有多大呢？几个亿、几十个亿、几百个亿？中共不敢说，因为说了呢，会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民起疑，会对共产党失望、失信。最后呢，就可能导致共产党的失业。第二，公布个人财产呢，容易沦为政敌斗争的把柄。大家知道，中共不是靠着民主选举来争取人民支持，从而取得政权的政党。中共从发家以来，一直是靠着斗争、斗争再斗争来夺取权力、垄断权力。那即便在中共党内也是不断的斗争、不断的清洗。你看看老毛当年发动文革就是最典型的内部夺权案例了。所以呢，就像刚刚说的，你公布财产，这数字一定是有问题的。那么政敌也好，有心人也好，就可以轻易的找你的茬，挖你的料，最后呢，再爆料到海外媒体或者自媒体，来个出口转内销的国际斗争。即便呢不能把你斗倒，也要把你斗臭，还会打击到中共领导班子的伪光正。所以呢，就不能公布财产。而且中共过去就有所谓的8大家族垄断财富之说，也就是包括了邓小平、薄一波、陈云等8个大佬的后人，利用红二代的权力跟裙带关系呢，垄断了中国资本市场和发财机会。那一个号称反资本家的政党，却养出了一堆资本家；一个号称追求财富平等的政党，却造成了更离谱的财富不平等。那如果官员们还公开财产，不就会让外界看到更多这些红色家族对中国经济与资本的垄断程度和渗透的轨迹吗？所以呢，就干脆闭嘴了。第3个原因是中共不希望外国看见中共高层的个人信息。
大家知道，中共本质上是个靠仇恨起家的政权，他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利，就努力煽动人民对外国的仇恨与敌意，从而让中共可以打着爱党爱国的名义来拢聚人心，来洗脑人民，来绑架人民，当他的人肉武器。所以中共也非常在意外国这些敌人们掌握到了中共高层官员的任何个人信息，害怕这些信息哪天被所谓的境外势力利用，来针对某些人进行各个击破，从而动摇他们的专政统治。因此要中共官员公布财产那只能是天方夜谭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全世界都非常的期待川普政府能不能挖出中共高层的财富与贪腐真相，因为这不但会是破天荒的创举，同时也会成为打击中共、松绑中国人民的义举。好，今天聊到这里，感谢您收看，我们下次再会。